使臣得势，封以白帽为大王戴。和尚慎言，此等灭族之言，休要再提。大王，世事无常，这也是命数。太子殿下仁厚，可他太累了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老四，北平那边最近不太安稳，你在京里待得够久了，明天就动身回封地吧。儿臣遵旨。母后心丧，儿臣本想多陪陪父皇，分担些忧愁。你是亲王，守土有责，回去就是对朕最大的孝心。此人言语虽狂，却也深得我意。四弟，快坐。听闻父皇让你回北平了？大哥，父皇性子急，你别总是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，也要注意身体。父皇年纪大了，杀心又重，我若不多盯着点儿，那朝堂上的老臣，怕是又要少几个。大哥这般信任我，不该乱想的。对了，你带回来的那个叫道彦的和尚，我听说他似乎有些神道，听闻他博学多才，你带去北平解个闷儿也好。但若他胡言乱语，万不可姑息。臣弟明白，只是看他棋艺不错，想找个对手罢了。北平天冷，边关凶险，老四保重。大哥也保重。那句大逆不道的谶语，简直是对大哥的亵渎。这妖僧，没准哪天又说出什么疯话来。大王，北平气象大异，龙气隐隐。您看这雪下的也比往年厚重。本王让你来是诵经的，不是看风水的。再多嘴，本王送你去守居庸关。贫僧只是想说，太子殿下这次巡视陕西，怕是有些不妥。你又在诅咒大哥，姚广孝，本王忍你很久了。非也，关中湿冷，太子殿下忧劳成疾，此去是为迁都选址，心力交瘁，非长寿之兆。大王，您该早做打算。滚出去！何事惊慌？王爷，太子殿下红了。不可能，大哥前些日子还给我回信，说关中风味甚好，还要带我去看看。咱们朱家做天下，不能光靠刀把子，还得靠仁义心呢。大哥走了，父皇怎么办？这大明怎么办？大王，白帽之约，命定之时已经到了。
大王，别忘了我说的，现在的金陵已不是你的家。大哥没了，那是本王的同胞大哥！你这妖僧，满脑子就只有权谋吗？大哥，臣弟回来晚了。老四啊，你大哥总是念叨你，他说北平冷，让你多穿衣，他心疼你们，可谁心疼他呀？四叔节哀，皇爷爷已几日水米不进，还请四叔劝慰。允文生得文弱，眉宇间虽有大哥的仁厚，却少了些刚毅。允王，辛苦你了。彪儿走了，大明的根基不能动。朕决定立允文为皇太孙，你们有意见吗？若按大明律法，太子崩，当在诸子中择长嫡继位。大王使臣得势，封一白帽与大王戴。老四，你说的？父皇立孙，乃天经地义，正统所系，儿臣等必竭情辅佐太孙，保我大明万世江山。好一个正统所系！你们都是朕的儿子，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老四，咱觉得你有野心。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心只想为父皇守住北门，别无他念。最好是这样，你们过几天就都回去吧。金陵这地方不适合你们待着。四叔，父王常说，诸位叔父中，四叔最像皇爷爷当年之勇。以后北平的防务，还要仰仗四叔多费心。云阳，你且放心，只要四叔在北平一天，蒙古人就踏不过长城一步。四叔，若是日后诸王书中有不听调遣，甚至觊觎神器者，我该如何处置？这帮酸腐儒臣，竟摊到本王头上了，或者是父皇的意思？你是储君，王叔不臣，当依大明律法惩治。但你要记住，亲之情，才是社稷之本。若无切实的谋反之政，不可偏信谗言，自检羽翼。四叔教诲，允文谨记在心。大王，这趟应天之行滋味如何？父皇老了，他想给太孙留下一个干净的天下，所以他看我们的眼神，不像在看儿子，而像在看祸患。那是自然。主少国疑，这是历代王朝的死结。太尊身边那几个文臣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动起手来，怕是比谁都狠。萧三，只是迟早的事。只要他能容得下我，
本王甘愿在北平守一辈子边关。您容得下他，他容不下您。您在北平有甲兵，有民心，这就是原罪。等陛下100年之后，那道削藩的诏书，就是您的催命符。老四，你有野心。回北平，加固城池，演练精兵。道衍，从明天起，你就在后院练兵场旁扎个安堂。贫僧在。外人问起，就说你在为马皇后和太子诵经祈福。至于安堂里要做什么，你自己清楚。贫僧遵旨。大王放心，必定安稳妥当。大王，这北平的雪比金陵的雨要硬得多。大哥走了，父皇老了，这江山冷了。江山不冷，冷的是人心。太孙朱允炆已经开始在翰林院选拔儒臣了。齐泰、黄子参之流，整日里研究的是周礼，讲的是削藩。大王，您的北平得住得比铁还硬。本王明白，传令下去，燕山护卫大宁诸军自明日起每日加操2个时辰。还有，屯田的事儿不能落下，本王要的是粮食，是能打仗的兵。居庸关乃京师门户，你们要把城墙加厚，再加厚。在别人眼中，这是燕王在为朝廷尽忠，守卫北大门；但在贫僧眼中，大王这是在经营一块铁桶般的根据地。王爷，您看这麦穗，今年又是大丰收，咱们燕军的粮草足够支应3年的征战了。张玉，记住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父皇给本王的只是这一方土地，但我们要让这土地里长出金子来。大王，兵器已备齐3000副，还不够。父皇还在，这些东西只能是生锈的废铁。本王需要一场大胜，让全天下的将士都知道，大明真正的战神是谁。将士们，蒙古鞑子欺我边民，掠我财帛，今日本王带你们去掏了他们的老窝，不破敌军，誓不回朝。王爷，敌军在谷底设了埋伏，咱们若是贸然杀入，怕是要吃亏。他想打埋伏，本王就给他来个忠心开花。这仗本王要他们记一辈子。传令，朱能率3000铁骑绕道后山，本王亲自率主力正面诱敌，等那边的烟火为号，两面夹击。上！
撤！全军撤退！哪里走？王爷，敌将哈拉乌逃往乌梁河土城了，咱们追不追？追！为什么不追？一将胜勇追穷寇，本王要让这些残部从此以后再不敢难忘。乌哈木已伏诛，三军听令，随本王办事。前队，前往，万岁，万岁！应天密报，父皇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。太孙已在陵前继位，改元大王建文。您的机会和您的生死就在这一刻了。要遗诏，对大王您可不太友好。本王是他的亲儿子，他临走前竟然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本王见，他这是在给朱允文扫清障碍。王爷，您必须去，哪怕是为了这天下人的清义，您也得去奔丧。燕王殿下，请留步。皇上有旨，诸王各归封地，不得进京奔丧，违者视为抗旨不遵。本王是去见父皇最后一面，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谁敢拦我？殿下，这是先帝的遗诏，也是当今圣上的谕旨。他们不让您去守陵，那这灵位您就回北平自己立一个吧。只是下一次您再去应天，恐怕就不是去奔丧了。回北平。王爷爷，孙儿没能守住您。朱允文浑然不知，在北方的风雪中，那道锁住他四叔的最后一丝枷锁已轰然断裂。王爷，周王朱孙被废，全家已在凄风谷雨中被押往金陵。王爷，襄王朱柏自焚了。朝廷诬陷他私淫伪钞，他在王宫放了一把火，全家老小骑着白马跳进了火海。老十二，那是我的亲兄弟，那个素来文雅、最爱谈玄论道的十二弟呀！朱允文，好狠的侄儿！若大王不反，下一个跳进火海的便是这燕王府。王爷，咱们的属官被抓了一大半，剩下的几个连家门都不敢出。谢贵那个王八蛋已经带兵把王府包围了，说是保护，其实就是软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冷死我了！快加炭！王爷，现在可是三伏天，何来寒冷？吃火锅呢，你们吃不吃？看这模样是真疯了，征战塞外，怕是受了邪风入脑。
甲胄打造了多少了？回王爷，3000精锐的重甲已齐，火药弩箭也已备屯，全是百炼金刚。大王，朝廷已在北平周围安插了九江公李景龙的50万大军。谢贵正准备调集卫队逮捕大王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勿治京师，勿违朕命。王爷，听闻您病情好转。奸臣齐泰、黄子清乱我大明纲常，离间皇亲，本王奉太祖遗训，起兵清君侧，靖国难。王爷，咱们赶紧撤吧！撤，退一步便是死。随本王杀！允文，你派来的将官若都是李景灵这种草包，这江山四叔就带你收下了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若我们不能在粮草耗尽前攻下金陵，全军便会陷入十死无生的绝地。本王赌了，与其在这北方泥潭中等死，不如搏出一个活命。屋里着火了！找，给本王找！活要见人，死要现世！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心机长进了，靠仁义心呐！奉以白帽与大王戴。朕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那个单纯想为大明守好北门的燕王死了。方孝刍，朕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即位诏书，你写还是不写？死即死耳，诏不可改。你夺之之位，乃是乱臣贼子。哼哼，你不怕朕诛你9族吗？便诛10族，奈我何？好，朕成全你的名节。除了你的宗亲，朕把你的门生故旧也算一族，
杀！陛下，杀戮只能平定朝堂，却不能收服人心。您若要比肩太祖，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功，更是文治。你想说什么？建文帝好儒，那些读书人至今仍对他念念不忘，无非是觉得陛下您只是个马上皇帝。陛下何不修一部旷世大典，收录天下之书，汇聚万世之学，以此告诫天下文人，圣学正统不在那个生死不明的侄儿手里，而是在您的龙案之上。好，传旨，召谢晋入见。臣谢晋参见皇上。谢晋，朕要你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。朕要汇集天下之书，上自先秦，下达当代，凡经史所及，天文地理，阴阳医卜，无一不包。朕要编纂一部巨著，名为《文献集成》。皇上，此举耗资巨万，且需千余学者通力合作，恐非数年之功啊！朕有的是时间，大明有的是气魄。缺钱朕给，缺人朕调。朕要让后世子孙知道，永乐一场不仅有武功，更有着照耀千古的文治。臣领旨，定不负皇上重托，编纂出这部万世不磨之大典。仔细核对，不可错漏一字。典籍繁杂，必字字核对，方能传人后世。集百家之所长，成一代之盛典。三宝，过来。皇上，朕在想，父皇当年说四夷宾服，可这海外之外到底是何模样？朕听闻南洋诸国商贸方盛，更有奇珍异宝。朕要你造出这世上最大最坚固的船，带上朕的旨意，去告诉那些化外之民，大明已换了新天。皇上是想宣扬国威，还是宣国威是真，定四海之序也是真。顺便替朕留意一下，若那人在海外，便让他知道，大明江山在他四叔手里，比在他手里稳固1000倍。马和，朕赐你姓郑，你是跟从朕从净滩血火里走出来的。朕要你带着这支舰队，带着大明的盛世，去那些未竟之地。奴婢领旨。不知陛下要奴婢带去什么话？告诉万国之君，大明已换了新天，宣教化于海外，是强大于四夷。凡日月所照，江河所至，皆要知我永乐威名。船队扬三帆，起锚。陛下，北平布政使传来急报，蒙古残部在开平一带游弋，边关烽烟又起。金陵离北方太远了，父皇当年定都金陵，是因为这里是龙兴之地，但如今朕的龙兴之地在北平，天子守国门，这是朕的命。朕意已决，
改北平为北京，作为朕的行在。南京乃太祖定鼎之地，陛下弃南京而迁北平，是弃太祖之基业。臣冒死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金陵虽好，却生安乐之气，原毒余孽仍在漠北虎视眈眈。朕若缩在这江南烟雨里，大明的边防迟早要烂。朕要迁都北京，就是要告诉天下人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只要朕在北京一天，鞑子的马蹄就别想踏进关内一步。和尚，你觉得呢？金陵王气已散，北京乃是大明真正的乾隆之地。大王此举乃是为大明延300年国祚。哼，朕在北平打了一辈子仗，知道那里意味着什么。传令，北京设尚书省，修缮旧王宫。传朕旨意，自即日起征发天下名将夫役，采四川湖广之楠木，取苏杭之金砖，运房山之汉白玉。朕要在北京兴建宫殿，此宫名曰紫禁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必须赶在天黑前运出去！这里要有3大殿，象征乾坤定位。这里要有护城河，名为筒子河，保卫内廷，以此为基，开创万世之城。皇上，风大，咱们回吧。妙云，你看，那里以后就是朕的家。朕不仅要在这里坐镇江山，朕还要从这里出发，去横扫漠北，去让万国来朝。陛下，22887卷，11095册，古今中外之学，尽纳于此。此书成，华夏文脉永不绝也。好啊！父皇打下了大明的疆土，朕不仅要守住这疆土，更要守住这华夏的魂。谢晋，这书不能叫文献集成了，朕赐名永乐大典。哈哈哈哈！和尚，你虽叫朕杀伐，却也帮朕留住了这些圣贤言语。朕要让后世子孙知道，朕这一朝不仅有金戈铁马，更有这万世不磨的墨香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朕去北方巡视边防，这南京城的担子，你得挑起来。记住，仁政不是软弱，是要让百姓吃饱饭，让官员不敢贪墨。儿臣定当苏醒夜寐，不负父皇重托。皇上，女真呼尔海部、火儿阿部各首领已齐聚海西。朱棣深入女真首领群，通过海量粮食，彻底瓦解女真部族的抗拒与警惕。朕要在黑龙江下游设置努尔干都司，你们各部
依旧管辖旧地，但要受大明册封，永为臣属。陛下威德远播，我等与真人心悦诚服。朕会派人修建驿站，这北方的路要通向北京。陛下，陛下，出事了！朝廷使者给族中国际被本别势力杀了。两国交兵，尚不斩来使。本亚斯里这个流亡的野种，竟敢用大明臣子的血来试探朕的刀锋！陛下，本节失礼自是元朝宗室，欲重振黄巾家族，此举是在向天下昭告，他不臣服于大明，他不臣服，朕就打到他跪下。传旨，命齐国公邱福为征奴大将军，统兵10万，北伐鞑靼。兵势须慎，不可孤军深入。大海以北逃，距此仅30里。将军，此乃诱敌之计，不可冒进。继续追，违令者斩！保护将军！朕错了。朕以为朕的将领都能像朕一样，在漠北如履平地。邱福啊，邱福，你丢了朕的脸，也丢了大明的魂。既然他们不行，朕就亲自去。将士们，鞑靼杀我使者，灭我将士。他们以为大漠是他们的屏障，以为朕的老骨头已经提不动刀了。今日朕亲自带你们出长城，不破鞑靼，誓不收兵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上，前面就是伦图河了，邱福将军就是在那儿。在这里丢掉的尊严，今天朕要亲手捡回来。传朕旨意，全军渡河，全军继续提速。报，皇上，敌军主力在前面山谷集结。传令张府绕后，诸能。诸能已逝。朱勇，正面强攻，传朕旨意，神机营给朕轰！那是什么？冲出去进战！冲上！是朱棣，是大明的皇帝。他竟真的敢冒死冲在第一线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皇上，捷报！敌军主力已溃，
本亚实力仅待舒淇北逃。告诉那些俘虏，这大漠的风从此以后姓朱了。不管本亚师尔逃到哪儿，朕都会再来。这天下只能有一个主人。这沃难河的风似乎还没刮够。班师回朝！陛下，班师回朝本该大宴群臣，为何深夜召老臣入见？导演，朕在北边打仗，心里却一直不安稳。锦衣卫在外面闹得动静太大，季高那个人，朕用的纯手，却也觉得他脖子上的那根锁链太长了。锦衣卫直属御前，权重位尊，久而久之，难免与朝臣纠葛不清。陛下是想在宫里寻一双更听话的眼睛，朕需要一笔更快的刀，一双能在朕睡觉少也睁着的眼睛。朕要在宫内设一由朕最亲信的内张执掌，专门刺探谋逆，缉捕奸恶。这地方就设在东滩门北侧，名曰东厂。三宝远航海外，带回的是万国的敬畏，但朕的身边需要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。那些文臣在酒肆里议论什么，那些武将在密室里筹谋什么，朕要一清二楚。奴婢明白。记住，你们是朕的鹰犬，朕给你们杀人之权，是让你们替朕守住这大明的根基。若敢欺瞒，朕必将尔等挫骨扬灰。奴婢遵命。皇上，臣以为瓦剌虽有异动，但长途跋涉亲征，劳民伤财。国库经不起连年征战了，不如闭关自守，以逸待劳。上！朕若不写，不趁着这把老骨头还能动，把他们打残打怕。朕要再进大漠。陛下，马哈木扣留使者，劫掠边境马氏，他自封太师，号令漠北，旗帜不在小。哼！朕刚把达达这头恶狼打瘸，瓦剌这头野猪就想上灶了。马哈木以为朕老了，以为大明的火铳生锈了。父皇，北征耗费巨大，国库虽有郑和带回的资财，但连年用兵，民间压力已至极限。娇生惯养，人一心，不把瓦剌打趴下，北平的百姓就要在马蹄声中过日子。这天下是朕在马池上打出来的，朕绝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这一寸山河。传旨，征调顺天、应天、河南、山东各路精锐，集结50万大军。这一次，朕要亲征。皇上，前方探马回报，马哈木率主力30万，已集结于呼兰湖石温。皇上，敌军居高临下，若我军强攻，定会损失惨重。马哈木懂兵法，但他不懂火器。陈爱，神机营向前推进，步兵迟钝掩护，炮兵就地架设。遵旨。开火！弩箭手，放！
将士们，今日便是瓦剌的死期！火兽手三段击，打！30步，打！神迹应退，铁骑冲锋！四周中华大凌风！杀！杀！保护皇上，冲过去！挡我者死！陛下，敌军左翼动摇了，全军出击，擒杀马哈木者，封万户侯。撤！快撤！父皇，我们要追吗？穷寇莫追，这草原太大，杀不尽的。我们要的是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这天下的主。皇上，北京那边传来消息，宫殿、城池、台庙皆已告罄。好，朕终于要回家了。天佑我大明！天佑大明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昔日父皇平定中原，曾幽言乃天下之己。今日朕还都北京，不仅是为了朕的功业，更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太平。朕曾许诺，天子守国门。自今日起，大明的都城便在此地，朕与大明共守此门。和尚，你看，朕做到了。他们都走了，那些陪朕在北平风雨里杀出来的老兄弟都走了。朕迁了都，打残了瓦剌，可这草原杀不尽，朝堂吵不完。还有那个孩子，但他朱允文守不住这江山，唯有朕。朕这一辈子杀过人，夺过位，可朕朱棣无愧这江山。